搭框架、搭木板、装抽屉。我手多了个移动收纳柜，不到半平米装下我所有工具零件，还能丝滑推拉，直接变身移动工作站。今天4部保姆级教程来了，布置清单在视频最后，欢迎抄作业。用 MACAD 画图，选用20旅行台，简单几步拖拽就画好了。高度900，站着干活最顺手，还正好能塞进4个周转箱抽屉，宽度850，深400，台面够宽敞，零件盒也能无缝嵌入。注意抽屉洞口要比中转箱宽2.5公分，这是给轨道预留的空间。型材连接全用内置脚槽，先预装顶丝，滑入脚槽，插入型材，再拧紧顶丝就 OK 了。边角用3维连接件，其实就是3向的脚槽。先装好一个侧面，插上立柱，再装上中间型材，最后封上另一面，加上福马轮，翻过来，框架完工。木板安装分3种，层板全是嵌入式，先放上层板托，拧紧顶丝，嵌入木板。动动板是外挂式，先预装船形螺母，挂上动动板，全部拧紧。工作台面需要先装支架，放上木板，然后用自动钉固定，木板完工。先装轨道，按这里拔出内轨。底座我3D 打印了个支架，省钱，也可以用木板或者型材代替。支架拧到内轨上，外轨直接固定到型材上，插入内轨，放上中转箱就 OK 了。一个抽屉成本不到30，最后放上零件盒。图纸和材料清单，大家收藏保存。关注阿木，主页还有更多 DIY 干货。我 DIY 了个摩托躺椅，朋友买了辆新摩托，让我羡慕的不行，于是淘来摩托悬挂，再配上旅行材，做了个摩托躺椅，外观霸气，坐感 Q 弹，还能自由拓展。今天保姆级教程带你3步抄作业。图纸清单在最后，记得截图保存。用 MACAD 画图，120度靠背直接躺平，承重全是3角结构，这样一半连接都不是直角，全靠斜角角码精准适配。型材到货，分类摆好，天拼底座、坐凳和靠背。全角码连接，先预装船形螺母，插入型材，螺母旋转90度卡住，继续拧就固定了。用这些零件连接靠背和坐凳，先连直角，再拧2个斜角，坐凳和靠背就拼好了。底座连接靠的是活动角码，先拆开，分别连接靠背和底座，再拼起来，插入螺栓和套管，拧紧就 OK 了。用 U 型支架装摩托悬挂，先固定2个 U 型支架，插入悬挂，拧紧固定。先用任意角度连接件搞定把手接缝，在型材上放入弹片螺母，用螺栓拧紧把手，整个框架完工。黑胡桃木错出圆角，打磨光滑，刷水性漆，自贡钉拧透型材，把手搞定。再做个 X 型同款脚踏，装上端盖，拧上地脚，最后放上坐垫，打工告成。图纸清单在这里，赶紧截图。关注阿木，更多 DIY 好物等着你。之前用旅行材和海洋板做了满墙的洞洞板，这次再做个配套的换鞋凳，以后再也不用蹲着换鞋了。家门口的零零碎碎也有地方，刷上棕色木蜡油，作为鞋柜都有点屈才了，让它客串个电视柜也不错。MACAD 画框架，设计盒里20型材也能承重100斤，正面为了美观没有任何支撑，需要用3角支架加固一下。抽屉盒2侧要比洞口窄13毫米，留出装导轨的空间。外露部分用内置脚槽，虽然美观但有点晃，加上平面连接板就稳了。内部用角码连接更牢固，先搭背面，再连侧向型材，最后拼正面，组装，拧紧，拧上万向轮，框架完成。400目砂纸打磨，上第1遍油，百洁布蘸足油，快速打圈，快干时顺着纹理涂匀，最后用1000目砂纸轻磨，再上1遍，放木纹理裹上棕色木蜡油，像贴了金线一样。厂家提前写好损眼和损头，10分钟就能敲好3个抽屉。带阻尼的3节轨，按这里拆开，外轨用这2个孔，后面尺寸不合适可以微调，中间的用船形螺母拧到型材上，两边用自贡钉钉到侧板上。内轨注意位置一致，做了个测量小工具，找准位置，拧紧，把抽屉插进去，超顺滑。先在框架上装层板托，侧板嵌入式，自贡钉拧紧，顶板外接式。
下层板直接放上就行。完工，1.6米的长度既实用，颜值还满分。关注阿木，下期解锁你绝对没见过的翻转白板桌。有人说家是买来的，但在我这儿，家是做出来的。起初只是想给满屋工具找个归宿，就用旅行台和海洋板搭了个顶天立地洞洞板，有了它，沙发都省了。工具盒秒变抽屉，3D 打印机也有了安稳的角落。再用试管夹和电推杆 DIY 一套悬浮试管灯，再自己动手配张2.4米的超大桌，嫌工地味儿太浓，加上木方、光轴、亚克力，瞬间变成买不起的样子。想随手记下好点，就用气弹簧和珐琅板顺手做了个变形白板桌。书桌、磁吸白板，单手就能轻松切换。拉起把手，用秒变移动小推车，但有粉丝嫌它太小、太高、太硌手，那就用电动升降杆和可控气弹簧搞个升级款，更大、更稳、更丝滑，高度随心调，角度任意选。翻起阅读灯，这就是我的梦中情桌。一转眼夏天到了，如盯上了门口独立的楼道，给海洋板刷上棕色木蜡油，配上邢台框架，就得到了一整墙的中古风洞洞板。再用杜邦纸和阳光板做个灯箱，贴上3D 打印的 slogan， 高级感拉满，配上颜值满分的鞋柜和小边柜，谁来了不得说一句我的天哪！10月爸妈要来看孙女，为了让他们住得放心，我做了个零甲醛衣柜，旅行台做骨架，石膏板封外墙，配上3段式折叠对开门，环保又美观。再搭一张旅行台悬浮床，安装简单的就像拼乐高。8080大腿配上巨结实的压铸脚码，真正做到一床传3代。放了座床头柜，找块邢材，2头拧上地脚，一个顶天立地置物架就此诞生。从买到做 ，DIY 给我的不只是义乌家具，更是我的生活我做主的踏实感。关注阿木，一起动手创造你理想的家。玻璃胶、免丁胶、结构胶、白乳胶、发泡胶、速干胶、热熔胶，这些都是干啥的？都说胶水是甲醛之王，但不管是自己 DIY 还是找师傅装修，都得咔咔一顿抹。这些能环保吗？今天一个视频给你看清楚，为你一颗定心丸。玻璃胶主要是用来封边和填缝，用它就像挤牙膏，干了就变成一条弹性橡胶条，防水又防霉。施工的时候有味儿，做好通风，只要选了正规顶，干了之后就没事儿。结构胶是这些胶水里最浓的，粘的巨牢，金属、石材、玻璃、混凝土都可以，简直就是常温焊接。但注意它干的超慢，彻底干透要2-3天，这个过程中会有味儿，必须做好通风。固化之后就没问题。免钉胶就和字面意思一样，替代小钉子，注意是小钉子，挂个画、粘个挂钩都没问题。但要是大吊柜、电视支架这种就别指望了，正规大品牌的免钉胶基本无权，粘完几小时就没味儿了。发泡胶是主动打湿，还能保暖隔音，膨胀率超高，千万别挤锅。优质发泡胶是无权的，杂白的容易粉化。白乳胶，白乳胶是木工的专属胶，也只能用来粘木头。好的白乳胶是水性的，无权无味儿，用来粘儿童家具也没问题。注意它干得比较慢，要24小时才能彻底粘牢。这之前要用夹子夹紧。速干胶里最有名的就是502和401，可以用来粘个眼镜、手办这些小东西。利用空气中的微量水汽瞬间固化，实现秒粘。固化之后很安全，但液态时刺激性超强，千万别弄到眼睛里。热熔胶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固体胶棒，需要配合热熔胶枪使用，主要就是用来做手工，强度很一般，但胜在环保，基本无毒，小朋友也可以用。融化时有点烟雾，做好通风就行。总结一下，这些胶水只要选正规品牌，粘的时候通好风，干透基本都无毒。至于哪些牌子算大品牌，大家评论区讲讲吧。放心了吗？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干货。这是一卷塑料，加热就会融化，冷却又重新凝固。如果有支能加热的笔，咱就能画出立体图形。要是有个机器能替代我的手，画得又快又稳，不就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形状了？恭喜咱们发明了3D 打印机！你还以为3D 打印是什么高科技？其实超简单，不用什么建模，只要会用手机就能打。今天手把手从零教会你。自从会了3D 打印，我真是为所欲为。给媳妇儿打了个洗菜盆，冲水它能自己洗，还有个花盆，跟丝绸一样。
给孩子打了对笔筒，耐克牌的。玩具我也全包了，给我自己打了双鞋，穿出去不要太拉风。还有这些旅行材连接件，成本才几分，省下一大笔私房钱。如果你是手办爱好者，那你更是赶上好时候了。话不多说，开始。这就是打印机了，这是画笔，一边加热一边画。这是画板，这个叫特氟龙法，把它连上。塑料就是通过它送到打印机的。这些就是塑料耗材了，五颜六色的，放进料仓，插进去，自动就吸入了。我用的这台可以同时放4卷，自动换色贼方便。准备工作搞定。不会 3D 建模完全不慌，大品牌都有自己的模型库。我这台是创想3维 Sparks i7， 直接下个创想云，几十万个模型，看好哪直接打。第一次需要扫码绑定，以后就能一键打印了。还有像 Thingiverse 这种开源模型网站，上百万个免费模型，绝对挑到你花眼。如果你愿意花半小时学个像 Tinkercad 这种无脑 3D 画图软件，那你真就无敌了。记得存成 STL 格式，通过电脑上传到打印机，开始打印。打印时间从几十分钟到10几小时不等。很多人烦打印机的噪音和震动，但我这台静音就很到位。还有睡眠模式，自动关灯不闹人，打开指示灯，打印状态一目了然，氛围感也拉满。还能用创想云远程监控，时间到，把打印的宝贝铲下来，这些是支撑，掰下来就行。你学会了吗？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干货。这是一根旅行材，我用它做了洞洞板、大书桌、白板桌，还有玄关柜。每次阿木已经做到飞起，但此时新手朋友的内心，我没上车啊！我没上车啊！今天做这个小边柜，带你从认识型材到设计、组装到板材连接，全流程零门槛讲解。视频有点长，收藏起来慢慢看，以后你也能打造独一无二的专属家具。2020-3030指的就是旅行材的截面尺寸，数字越大，承重越强。2020做个边柜、置物架绰绰有余，3030可以做书桌、衣柜，4040做成大床可以任意翻滚。另外，旅行材表面有一层阳极氧化膜，永远都不用担心生锈。这4个槽是万能接口，自由组合全靠它，有上百种配套零件可以装到这个槽子里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它做不到。旅行材都是标准件，设计超简单，专用软件 MateCAD 拖拽就能画，半小时就上手。先选型材，输入长度，自动吸附对齐，还能自动生成连接件，不满意也可以手动更改。画完直接导出图纸清单、30图、零件图，零件清单全给你配好。组装靠的是各种连接件，常用的有角码、内置角槽、条形连接板、3通等等。这次用的是内置角槽，优点是颜值高，从外面看不到任何连接件。缺点是不够牢固，但小边柜已经足够了。首先把顶丝拧入角槽，注意别突出表面。角槽两端插入2根型材凹槽，把顶丝拧紧就完成了固定。所有的型材都这么连在一起。地脚和轮子需要公司安装，没有工具的可以让厂家代劳，这样一个旅行材框架就完成了。海洋板与旅行材是绝配，有2种固定方式：嵌入式，用的是层板托，把层板托放入凹槽，把板材按进去就行了。20型材配12毫米厚海洋板，可以做到严丝合缝。外接式，用这种伸出来的层板托，配套的是船形螺母，也叫梯形螺母，是型材连接最常用的零件。安装方式是把螺母、螺丝和连接件提前组装在一起，顺着凹槽的方向插入，顺时针拧紧，船形螺母在转动90度后就不再旋转了，继续拧。螺母和螺丝就把旅行材夹紧固定了。海洋板放在层板托上，用自攻钉拧紧。侧板也是嵌入式的，这里的层板托是带孔的，可以插入自攻钉。抽屉属于进阶内容，以后单独讲。这样一个旅行材边柜就完成了。关于旅行材 DIY 的任何问题，可以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会一一解答。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技巧。在抖音 DIY 快1年了，带大家逛逛我的工作室小家，看看我用旅行材做了哪些创意家具。结尾有宠粉抽奖，别走开。这就是梦开始的地方，2.4米的超大桌，40120型材做桌腿，一整张海洋板当桌面，加点木方和亚克力点缀。没想到首条就有40万朋友捧场，缺白板又缺书桌，直接用旅行材做个2合1，竖起来是白板，放下来是个书桌，气弹簧加万向轮，变形移动超方便。这条直接60万，但也有粉丝嫌它太小、太高、太硌手，又做了个升级款，高度随心调，角度任意选。翻起阅读灯，这就是我的梦中情桌。
这下不得了，70万彻底点燃了我的 DIY 热情。于是淘来了一批工具，那太乱了。用40形台做框架，嵌入海洋板，做了个顶天立地洞洞板，顺便把座椅也带上。拍视频灯光不太够，试管夹加灯管，再配上电机，搞定了360度无死角照明。这就是我的第一个100万爆款。中间我停更了一阵儿，因为迎来了小木，不能总跑工作室了，但咱这手艺不能丢啊，就盯上门口的楼道。以后在这儿先复刻了洞洞板，涂上木蜡油更显高级。用杜邦纸做灯箱， 3D 打印了我的 DIY 信条，一定注意好这个字母是 I。 旅行台做框架，再敲几个抽屉，做了个高颜值的换鞋凳，还有这个外卖小电棍，最后贴上墙纸，装上门牌，直接变成我小区的著名打卡地了。这一套下来又有300万网友围观。之后老爸来帮忙带娃，没用一根木头，就用旅行台、石膏板、钢化玻璃，再加点藤编，给他做了个零甲醛的衣柜，再用4080型材做了个可以睡大象的悬浮床。这套下来又有200多万。之后我就彻底放飞自我了，做了3个脑洞款，忘了搞床头柜，1根型材搞定，4条槽子插满配件，装上音乐灯带，卧室也可以蹦迪。就是有粉丝吐槽有点像医院，你们觉得像吗？又用摩托车悬挂做了个沙发椅，汽油店老板追着让我量产。最后还有这个可旋转的放大了100倍的手机支架，一刷起视频我就停不下来。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年的支持。在这里抖音也帮我准备了一份宠粉福利，点击左下角抖音精选就能参与抽奖，祝大伙儿都能抽到 iPhone。 另外喜欢哪人家具，在我的主页里翻翻都有教程。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干货。搭框架，装木板，做抽屉，自制谷仓门。这个柜子150万人围观我把它做起来。今天保姆级攻略来了，关于旅行材搭柜子的疑问，这里都有答案。不管是书柜、衣柜、电视柜，还是鞋柜、橱柜、餐边柜，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，看完你也行。设计不出错，画图是关键。我用的是 Mate CAD， 对新手友好。这个柜子既要放书，还要挂电视，又有工具洞洞板，还有黑板谷仓门，以及12个大抽屉。承重要求高，但因为每层都有支撑，3030型材就够用。画完图发厂家等收货。旅行材到货开始拼乐高，只用到了这2种连接件，有板材的地方用内置脚槽，不干涉，拧上顶丝就能固定，有手就行。其他地方用脚码，强度好，环形螺母塞进型材，拧紧就 OK 了。顺序是先拼前面，再拼下面，最后是背面。把框架靠墙上，把中间几根横梁从上面滑进去，全部拧紧。侧面的旅行材要和抽屉轨道一起装，后面再详细讲。最后装上柜子台面的型材，主体框架就成型了。书柜背板都是插型材里面的，直接插进凹槽，上面盖上型材，拧紧就 OK 了。然后就是搭积木了，1层木板，1根型材，背板很快就装好了。侧板是嵌在型材中间安装，装侧板前得先把前面的框架都搭好。终于干完了，踏入侧板，对齐，侧面拧上自攻钉就好。我选的侧板与型材一样厚，这样两边看都平齐，简直是强迫症的福音。洞洞板和电视背板也是纯嵌，但和侧板稍有不同，要先装上层板托，再嵌入木板，从背面拧上自攻钉，这样即使木板比型材薄很多，正面看也是严丝合缝。最后是层板，全部搭在型材表面安装，小层板直接搭上型材，下面打2个孔，自攻钉定个位就行。大一点的用这种层板托支架，更吃劲儿，拧紧螺钉，所有板材就完工了。做抽屉记住这2个数字就行。抽屉盒子左右各留1.25厘米，这是留给轨道的间隙。抽屉面板四周留出2到3毫米，既美观还不干涉。然后尺寸发过去，厂家直接帮忙拆解成板材，咱们只管插接就行。锤子哐哐敲几下，松动的地方就抹点白乳胶，抽屉盒子立马严丝合缝。接下来装导轨，先按这里分开导轨，内轨前面留出30毫米型材的距离，放上内轨，拧上盒子，外轨放入船形螺母，放入型材，拧紧，外轨就装好了。外轨和型材一起滑进去，现在量一下内轨中间到底部的位置，加上3毫米间隙就是抽屉外轨的距离。
拧紧固定，轨道就装好了。最后把光轴支撑座拧进面板，插入光轴，拧紧，这个成本不到10块的把手就装好了，终于可以把抽屉都插进去了。抽屉完工，先确认一下承重，这两扇门100斤，我这个旅行材大柜子肯定扛得住，木头的你就得好好掂量下。没问题就可以装轨道了。先把底座用船形螺母拧到型材上，放上导轨，拧紧，两头加上限位块，黑色板材贴上磁吸底片，再吸上磨砂黑板贴，壁纸刀挖2个洞，放上吊轮，插入配套的专用螺栓，背面拧上螺母，谷仓门吊轮搞定，再钻2个小孔，拧上光轴支撑座，插入光轴，把手就有了。最后用吃奶的劲儿把它挂上，再拧上防脱定位销，确保安全。黑板谷仓门就做好了，最后贴上灯带，把氛围感拉满，再3D 打印个开门机关，大功告成。关注阿木，更多 DIY 干货等着你。